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跨海恋情的故事。说起来啊，现在两岸的年轻人交往也越来越多了，但是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今天这个故事就特别有意思，也特别能反映出我们大陆和台湾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小文，今年27岁，是个杭州农村出身的姑娘。五官清秀，气质淡雅。她从小父母双双外出打工，与年迈的爷爷一起生活，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靠着自学和奖学金完成了本科学业。小文大学毕业后，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，工作几年后，因为业务需要，被公司派到了台北分公司。刚到台北时，小文心里满是忐忑。天啊，第一次出远门就直接来台湾，也太可怕了吧！小文坐在飞机上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但是当飞机降落，当小文真正踏上台湾这片土地，她发现这里和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台北的街道干净整洁，人们友善有礼，虽然语言上有些口音的差异，但交流完全没有障碍。公司给小文安排了一间小公寓，附近就有夜市，生活非常便利。在台北分公司工作的第一周，小文认识了她现在的男友阿义。阿义是公司的技术总监，比小文大3岁，台大毕业的高材生，家境优渥。第一次见面，阿义就被小文的气质所吸引。哇，你是大陆来的同事吗？我叫陈毅，大家都叫我阿义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阿义主动向小文伸出了手。小文被阿义的热情弄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轻声回应：你好，我叫张小文，刚从杭州过来。两人因为工作上的合作渐渐熟悉起来。阿义常常带小文去台北的各个角落探索，从象山府看台北夜景，到九份感受浓厚的人文气息，再到垦丁的碧海蓝天，台湾的美让小文深深着迷。哎，小文，我发现你和我认识的大陆女生都不太一样耶。某天，阿义突然对小文说：怎么不一样啊？小文好奇地问：你特别独立，也特别坚强。我听说你是从农村出来的，自己一个人读完大学，真的很厉害。阿义真诚地说。小文笑了笑，没办法啊，家里条件不好，爷爷又年纪大了，我必须要靠自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从同事变成了朋友，又从朋友变成了恋人。阿义的体贴和细心完全颠覆了小文对男生的认知。在大陆，小文接触的男生大多比较直接，有时甚至有点粗线条。而阿义不一样，他会记得小文喜欢吃什么，会在他生病时煮姜汤，会在他加班时等他一起回家。小文，我妈说想见见你，周末有空吗？交往半年后，阿义突然提出这个邀请。小文紧张的不行啊，这么快就见家长吗？我准备什么好呢？要不要买点杭州的特产带过去？不用啦，就轻松自然一点就好。我妈很好相处的，你放心啦。阿姨笑着安慰他。周末，小文忐忑地跟着阿姨来到了他家。阿姨家住在台北市区的一栋高级公寓里，装修精致却不奢华。阿姨的妈妈陈太太是个典型的台湾中产阶级妇女，保养得宜，举止优雅。小文啊，阿姨常常提起你，说你特别优秀。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，果然是个漂亮又有气质的女孩子。陈太太热情地握着小文的手。阿姨好，打扰了。小文有些拘谨，别紧张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来，先喝点茶，这是我从阿里山带回来的高山茶，很香的。陈太太倒了一杯茶给小文，这顿饭吃得非常愉快。陈太太不仅烹饪技术一流，还特别会聊天。了解到小文的家庭情况后，非常心疼他的童年经历。小文啊，以后常来阿姨家玩，阿姨煮好吃的给你。你看起来太瘦了，要多吃点。临走时，陈太太还硬塞给小文一堆自制的点心和零食。回去的路上，小文内心激动不已。天哪，阿姨的妈妈也太好了吧！一点都没有传说中婆婆的架子，反而像是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。我妈就是这样，特别喜欢照顾人，她很喜欢你哦。阿姨笑着说。随后的日子里，小文经常被邀请到阿姨家做客。陈太太甚至教她做了几道台湾特色菜，像是三杯鸡、卤肉饭等等。小文一点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这是她从小就缺失的。交往1年后，阿姨向小文求婚了。小文，我想和你共度余生，
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在台北101的观景台上，阿义单膝跪地，手里捧着一枚钻戒。“我愿意。”小文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两人决定先回杭州见小文的父母，再商量婚礼的事情。阿义特意请了1周的假，陪小文一起回杭州。当飞机降落在杭州萧山机场时，小文的心情又激动又忐忑。他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，这次不仅要见久违的父母和爷爷，还要带着未婚夫一起。老爸老妈会喜欢阿义吗？他们会同意我嫁去台湾吗？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小文心头。从机场到小文老家的农村要坐2个小时的车，一路上小文向阿义介绍着家乡的风土人情。我们这边比不上台北那么现代化，但是山水很美，人也很朴实。小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很期待见到你的家人，也想看看你长大的地方。”阿义握着小文的手，给他安慰和力量。车子驶入村口，小文的心跳加速。他的家是村子里比较普通的一栋2层小楼，比起阿义家的豪华公寓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“爸妈，爷爷，我回来了！”小文推开家门，大声喊道。屋内一阵慌乱，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。小文的妈妈张女士首先冲了出来，一把抱住小文：“闺女啊，可想死我了！”紧接着是小文的爸爸张先生和爷爷也出来了，一家人相见，场面十分感人。这位是……张先生注意到了站在小文身后的阿义，眉头微微皱起。“爸妈，爷爷，这是我男朋友阿义，我们在台北认识的。”小文紧张地介绍道：“叔叔阿姨好，爷爷好。我是陈毅，来自台湾台北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”阿姨礼貌地打招呼：“台湾来的。”张先生的表情明显变得严肃起来。“是的，爸，阿义是我公司的技术总监，我们在台北相识相恋。他这次特意请假来见你们的。”小文赶紧解释。“进来坐吧，我去准备午饭。”张女士打圆场，领着大家进了屋。午饭是张女士精心准备的一桌子家常菜，饭桌上气氛有些尴尬。张先生一直沉默寡言，时不时观察着阿义。只有张女士和爷爷不时问一些关于台北生活的问题。“小伙子，你在台北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爷爷问道。“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技术总监，就是小文工作的那家公司。”阿义回答。“哦，那收入怎么样？台湾那边生活水平高不高？”张女士关心地问。“妈，台湾的生活水平很高的，阿姨家里条件也很好。”小文抢着回答。“我自己工作的收入还不错，家里也有一些产业。如果小文嫁过来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”阿义诚恳地说。饭后，小文拉着阿义去村子里转了转，给她介绍自己小时候的游乐场所。回到家时，小文听到父母在房间里低声争吵：“我不同意她嫁到台湾去，那么远，万一受了欺负怎么办？”张先生的声音透着怒气：“人家小伙子看起来挺不错的啊，礼貌有教养，工作也好。”小文自己的选择，我们做父母的要尊重。张女士试图劝说：“你懂什么？台湾那边什么情况，我们又不了解。再说了，要嫁也得嫁个本地人，方便我们照应。”张先生态度坚决。“爸妈！”小文推开门，泪眼婆娑地站在门口。“小文，你听我解释。”张先生有些慌乱。“爸，我和阿姨是认真的，我们打算结婚了。”小文鼓起勇气说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。“什么？结婚？”张先生一下子站了起来：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不同意你嫁到台湾去。”“为什么啊，爸？”“阿姨条件那么好，人又好，她妈妈也很喜欢我。”小文不解地问。“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”张先生突然拍桌而起：“你知道台湾那边对我们大陆人的态度吗？你嫁过去会被人看不起的。爸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两岸关系也很好啊。阿姨家人都很欢迎我。”小文试图解释：“那是你没看到表面下的东西。”张先生态度强硬：“再说了，你嫁过去以后，爷爷老了怎么办？我们老了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”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，小文哭了，阿姨也不知所措。这顿饭吃得极其煎熬，晚上阿姨被安排在村里的小旅馆住下，小文独自在家面对父母的质问：“妈，我真的很爱阿姨，她对我特别好。在台湾这1年多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”小文哭着对妈妈说：“闺女，
妈妈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是你爸爸有自己的考虑，你也要理解。”张女士叹息道：“到底是什么考虑啊？就因为阿义是台湾人吗？”小文不解地问。张女士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开口：“其实你爸爸有自己的苦衷。”这事说来话长，原来在30年前，张先生年轻气盛，和村里另一个小伙子一起去了台湾做生意。那时候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差距很大，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带着满腔热情去闯荡，结果却遭遇了挫折，不仅生意失败，张先生还被合伙人骗走了全部投资，甚至背上了一身债务。而这个合伙人就是一个台湾人。这件事成了张先生心中的痛，也让他对台湾人产生了深深的戒备心理。所以爸爸才这么反对我和阿义在一起。小文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态度。是啊，你爸这么多年一直不愿提这事，但心里的伤一直没好。张女士解释道：“不过，妈妈觉得阿义看起来是个好孩子，不应该因为你爸当年的经历就否定他。”小文点点头：“我明白了，妈。明天我会和爸爸好好谈谈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小文就起床了。他发现爷爷已经在院子里晨练，这位年近80的老人依然保持着每天早起锻炼的习惯。“爷爷，您起得真早。”小文走过去轻声说道。“老了，睡不了多久。”爷爷笑着回答：“过来陪爷爷聊聊天吧。”小文坐在爷爷身边的小板凳上，心里有些忐忑。爷爷一直是他最亲近的人，从小到大，每当他遇到困难，也总能给他最中肯的建议。“爷爷，您觉得阿义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小文试探着问道。爷爷停下动作，慢慢说：“看得出是个有教养的好孩子，眼睛里有光，不像那些浑浑噩噩的年轻人。”“那您觉得我嫁去台湾好不好？”小文鼓起勇气问出了这个问题。爷爷叹了口气：“小文啊，爷爷老了，见识也不多。但爷爷知道，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和对的人在一起。如果你觉得他是对的人，爷爷支持你。可是爸爸……”小文欲言又止。“你爸有他的担忧，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经历，但是时代不同了，人也不同。”爷爷拍了拍小文的手：“别担心，爷爷会和你爸爸谈谈的。”这番话让小文心里暖暖的。吃早饭的时候，气氛依然有些尴尬。张先生闷头吃饭，不发一言。阿姨从旅馆过来后，也是小心翼翼，生怕说错话惹恼了未来岳父。饭后，小文借口带阿姨去村里走走，给爷爷和父亲创造了独处的时间。“爸，您是不是因为当年的事才反对小文嫁去台湾？”待人都走后，爷爷直接问道。张先生一愣，然后叹了口气：“爸，您知道我那时候有多惨？被骗得倾家荡产不说，还背上了巨额债务。要不是您和妈救我，我现在可能还在还债。那都是30年前的事了。”爷爷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而且一个人的经历不代表一个地方的人都是那样。我看那小伙子挺好的，对小文也真心实意。你不能因为自己的经历就否定2个年轻人的幸福啊。可是台湾那么远，小文嫁过去，万一受欺负了怎么办？”张先生忧心忡忡：“这年头哪有那么远？坐飞机2-3个小时就到了。”爷爷笑着说：“再说了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视频通话随时都能见到人。而且我相信小文的眼光，他选的人不会差。”张先生沉默了。爷爷继续说：“老张，你和你媳妇这么多年在外打工，家里就小文一个人照顾我。他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反而努力学习，考上了大学。这孩子吃了太多苦，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真爱，你忍心拆散他们吗？”这番话刺痛了张先生的心。是啊，因为家庭条件不好，他和妻子不得不常年在外打工。小文从小就跟着爷爷长大，缺少父母的关爱。如今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自己怎么能因为过去的阴影就横加阻拦呢？另一边，小文带着阿义来到了村口的小溪边，这是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。这里的水特别清澈，小时候我经常在这里抓小鱼、捉小虾。小文指着溪水，脸上露出怀念的表情。真好啊，有这么美的童年记忆。阿姨感叹道：“我从小在城市长大，没见过这么清澈的溪水。”阿姨，对不起，让你看到了我家这么糟糕的一面。小文歉疚地说。别这么说，我能理解叔叔的担忧。阿姨握住小文的手，
如果换作是我，女儿要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也会担心的。你不生气吗？我爸爸那么反对我们。小文有些不安。怎么会呢？这说明叔叔很爱你，很关心你。阿姨笑着说，而且我相信，只要我们真心相爱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听到这话，小文感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阿姨，谢谢你这么理解我家人。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。是我幸运才对，能遇到这么坚强又温柔的你。阿姨轻轻擦去小文眼角的泪水，别担心，我会用行动证明给叔叔阿姨看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两人在溪边坐了很久，分享着彼此的童年回忆和未来的憧憬。回到家时，小文惊讶地发现爸爸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。他不再是昨天那副冷漠的样子，而是主动和阿姨聊起了天。听说台湾的科技产业很发达，张先生问道。是的，叔叔。台湾的半导体和电子产业在全球都很有竞争力，阿姨认真回答。那你们那边对大陆过去的人会不会有什么歧视啊？张先生还是有些担忧。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，已经很少有这种情况了。阿姨解释道，我们公司就有不少来自大陆的同事，大家相处的都很融洽。而且我妈非常喜欢小文，已经开始准备婚礼的事情了，是吗？张先生眼里闪过一丝欣慰。阿姨接着说，叔叔阿姨，我知道你们担心小文嫁到台湾会很远，但我保证，每年过年过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。如果你们想小文了，也可以随时来台北住。我家有空房间，你们想住多久都可以。这孩子想得真周到。张女士感动地说，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，气氛比前一天轻松多了。饭后，张先生突然清了清嗓子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小文，爸爸有话对你说。张先生表情严肃，爸爸之前态度不好，是因为有些过去的事情让我对台湾有些误解。但是经过这2天和阿姨的接触，我发现他是个靠谱的小伙子。小文惊讶地看着爸爸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阿姨，以后小文就交给你了。张先生转向阿姨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们结婚后每年必须回来看看我们，特别是爷爷。叔叔，您放心，这是肯定的。阿姨连忙保证，而且我已经和公司申请了，让小文每年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远程工作，这样他可以回杭州陪家人。好孩子，真是个有心的好孩子，张女士感动地说。就这样，张先生终于同意了小文和阿姨的婚事。当晚，小文激动得睡不着觉，他悄悄起身来到爷爷房间。爷爷，您还没睡吗？小文轻声问道。等你呢，爷爷笑着说，知道你心里高兴，肯定会来和爷爷说说话的。爷爷，谢谢您帮我说服爸爸。小文握住爷爷的手，激动地说。傻孩子，爷爷只是说了实话而已。爷爷慈祥地笑着，阿姨是个好孩子，你们在一起，爷爷放心。爷爷，我嫁去台湾后会很想您的。小文眼里含着泪，想爷爷就回来看看。爷爷拍了拍小文的手，或者爷爷也可以去台湾看你啊，正好去见识见识。真的吗？爷爷愿意去台湾吗？小文惊喜地问。当然了，爷爷虽然老了，但心还年轻着呢，还想多看看这个世界。爷爷笑着说。第2天，阿姨特意带了一些礼物送给小文的家人。她给爷爷带了台湾有名的高山茶和一些保健品，给张先生带了台湾特产的金门高粱酒，给张女士带了台湾的凤梨酥和一些护肤品。这些都是台湾的特产，希望叔叔阿姨和爷爷能喜欢。阿姨真诚地说。太客气了。张女士开心地接过礼物。好女婿，来陪我喝一杯。张先生难得的热情起来，拿出了自己珍藏的老酒。晚上，张先生和阿姨喝的都有些微醉。酒后吐真言，张先生向阿姨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在台湾的那段经历。阿姨呀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去过台湾，但是经历不太好。张先生叹了口气，被人骗了，差点倾家荡产。所以一开始听说小文要嫁去台湾，我心里很抵触。叔叔，我理解您的感受。阿姨认真地说，但我向您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文，让她在台湾过得幸福。我相信你。张先生拍了拍阿姨的肩膀，你是个值得信任的年轻人。第3天，小文和阿姨要回台北了。临行前，全家人都来送行。妈，
您和爸要保重身体。小文拥抱着妈妈，不舍地说。放心吧，我们都挺好的。张女士擦着眼泪说，你在台湾也要照顾好自己。爸，小文转向爸爸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去吧，好好的。张先生语气虽然简短，但眼里满是不舍，记得常回来看看。爷爷，小文最后抱住了爷爷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傻孩子，这是去结婚，又不是生离死别，哭什么？爷爷轻拍着小文的背，爷爷等着你的好消息呢。上车前，阿姨郑重地向小文的家人鞠了一躬，叔叔阿姨，爷爷，谢谢你们信任我，把小文交给我。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好好照顾我们家小文。张先生大声叮嘱道。一定，阿姨坚定地承诺。车子缓缓启动，小文不断回头，看着家人的身影渐渐变小，直到消失在视线里。别哭了，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。阿姨递给小文一张纸巾，温柔地说。我知道。小文擦干眼泪，挤出一个笑容，只是想到要离开爷爷，心里有点不舍。我们可以经常回来看他，也可以接他去台北住一段时间。阿姨安慰道，我妈已经说了，很期待见到你的家人，特别是你爷爷。真的吗？你妈妈真好。小文感动地说。当然，我妈说你是她一见钟情的儿媳妇，恨不得马上把你娶回家。阿姨笑着说。回到台北后，婚礼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。陈太太非常热心，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婚礼准备工作。她还特意学习了一些杭州的婚俗，希望能让小文感到亲切。小文啊，我查了一下杭州的婚礼习俗，好像很讲究哦。陈太太兴致勃勃地说，我们台湾这边也有很多有趣的婚俗，到时候可以融合一下。阿姨，其实我家乡的婚俗也不复杂，主要是图个喜庆。小文笑着说，那我们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。陈太太拍板决定，对了，我已经定好了日子，3个月后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。我已经通知家里所有亲戚了，他们都很期待见到你。3个月后，小文和阿姨的婚礼在台北一个风景优美的山庄举行。婚礼融合了台湾和杭州的传统元素，既有台湾的闹洞房习俗，也有杭州的哭嫁仪式。小文的父母和爷爷都来参加了婚礼，爷爷更是在婚礼上激动地落泪。我这辈子就盼着能看到小文穿上婚纱的样子。爷爷拉着陈太太的手，感慨地说，今天终于看到了，我这老头子也算是了了一桩心愿。张伯伯，您放心，小文以后就是我们陈家的女儿了，我会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来疼爱的。陈太太真诚地说。婚后，小文和阿姨在台北定居，正如阿姨承诺的那样，他们每年都会回杭州探亲。爷爷也来台北住过几次，每次都住上1-2个月才舍得回去。小文的父母也渐渐改变了对台湾的看法。在一次来台北旅游时，张先生感慨地说，没想到台湾这么美，人也这么热情。看来我年轻时候的经历只是个例外。爸，您看，我嫁到台湾是个正确的决定吧？小文得意地说。是，爸爸错了。张先生笑着承认，好在我及时回头，没有阻碍你们的幸福。在台北生活了2年后，小文和阿姨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当小文抱着孩子站在窗前欣赏台北的夜景时，她感到无比幸福。妈，当初您支持我嫁来台湾，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小文在视频通话中对妈妈说，傻孩子，妈妈只希望你幸福。张女士慈爱地说，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妈妈也跟着开心。等孩子再大一点，我就带他回老家看爷爷。小文憧憬地说，我要让他既了解台湾的文化，也不忘杭州的根。好，这主意好。张女士连连点头。这个跨越台湾海峡的爱情故事，不仅改变了小文的人生，也改变了2个家庭对彼此的认知。两岸之间的距离因为爱而变得不再遥远。故事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会问，丽姐，两岸婚恋真的像故事里说的那么容易吗？其实不是的。两岸通婚虽然现在很常见，但依然面临着文化差异、生活习惯不同等问题。有些台湾父母会担心女儿嫁到大陆后生活水平下降，而大陆父母则可能因为地理距离而担心孩子在台湾受委屈。但我想说的是，爱情本来就是一场冒险，
无论是同乡通婚还是两岸通婚，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。关键在于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，是否有足够的理解和包容，以及是否能够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。最后，希望所有跨越海峡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，就像小文和阿姨一样，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